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向瑶，你身上怎么有股怪味？小外甥站在我身后，捏着鼻子瞅我，小脸蛋都快挤到一块了。我低头嗅了嗅自己，一整天都泡在厨房里，油烟味确实重了些，虽然心里有点不悦。但看看客厅里坐着的婆婆和小姑子那一家子，我还是耐着性子跟她解释：阿灿，舅妈忙了一天做饭，所以身上有点味道，平时不是这样的。没想到我这话一出，小外甥就做了个夸张的鬼脸：你胡说，你身上臭死了，哪像我妈妈，总是香喷喷的。我妈妈都说了，你就是个做饭的，脸都熏黄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那叫一个气，但想想今天是除夕，加上他还是个孩子，我也不想大过年的找不痛快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语气听起来平和点。阿灿，厨房里油烟大，你先出去吧，别把你给磕着碰着了。哼，我还不想在这儿待呢。小外甥一溜烟跑了，到了厨房门口还冲我扮鬼脸。向瑶是大臭蛋，我强忍住怒火，缓了好一会儿，才继续手中的活计。等我把最后一道佳肴端上桌时，就看见小外甥正在欺负我女儿柔柔，抢她的玩具。她比柔柔大1岁，长得又结实，简直就是单方面碾压。看着柔柔那委屈巴巴、眼眶含泪的小模样，我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住手！我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把柔柔拉到身后。阿灿，她是你妹妹，你得让着她点儿。李灿一脸的不服气，一副要跟我干架的架势，但下一秒就哇哇大哭起来。我回头一看，婆婆正怒气冲冲地站在我身后。向瑶，你敢欺负我大外孙？我看你今天是不想上桌吃饭了。而李灿呢，则幸灾乐祸地躲在婆婆怀里，继续冲我扮鬼脸。我气得够呛，但看看身边瑟瑟发抖的柔柔，还是硬挤出个笑脸来。妈，我就是看他们抢玩具，想让阿灿让着点柔柔。你也知道，柔柔年纪小，身子又弱。她胡说。李灿听我提及柔柔的情况，突然大声哭闹起来。我根本就没有抢妹妹的玩具，我什么都没做，舅妈就凶我，还要赶我走。我惊愕于一个7岁孩子竟能如此颠倒黑白。李灿的哭闹声震耳欲聋，很快引来了正在休息的小姑子。向瑶，你怎么能欺负我儿子？自己生不出儿子，就拿我儿子出气？哥，你快看看，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。正在与公公玩牌的季明轩闻声赶来，看到客厅的混乱场面，他二话不说，一巴掌狠狠地甩在我的脸上。妹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就这么对待她？结婚这么多年，你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懂了吗？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捂着脸颊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委屈地辩解。季明轩脸上露出不耐烦的神色。你平时不懂事，不孝顺妈也就算了，我妹妹1年才回来1次，你这么做，让她以后怎么还有脸回家过年？平时家里大小事务都是我一人操持，婆婆的喜好我都了如指掌，尽心尽力地侍奉她。可如今在季明轩口中，却成了不孝之举。这一整天，我忙里忙外，操持着所有的家务，而现在却遭到全家人的围攻，委屈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我的眼眶渐渐湿润，哭什么哭？大过年的就知道哭。婆婆举着拐杖在地上敲得咚咚响，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过个年，全被你搅和了。我咬紧牙关，擦干脸上的泪水，紧紧抱住柔柔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。是的，今天是除夕，应该是个和乐融融的日子。好的，妈，
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。快12点了，大家入座吃年夜饭吧。婆婆冷冷地瞥了我一眼，才慢悠悠地走到餐桌旁坐下。就在我以为风波平息时，李灿突然又大声哭闹起来。这次她的哭声里带着明显的算计。婆婆一听见宝贝外孙的哭声，立刻变得焦急万分，急忙跑到他身边。阿灿，怎么了？是不是舅妈又欺负你了？她紧张地问。告诉奶奶，奶奶给你做主。我注意到李灿虽然哭得大声，但眼里根本没有泪水。他胖乎乎的手指直直地指向柔柔怀里紧抱着的布娃娃。奶奶，我要那个娃娃！他任性地喊道。柔柔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不舍。那个布娃娃是我亲手为她缝制的，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但在她心中却是无价之宝。然而婆婆却毫不犹豫地从柔柔手中抢走了娃娃，递给了李灿。一个娃娃而已，我外孙想要就给他。她轻描淡写地说。柔柔的眼眶里蓄满了泪水，但她咬着嘴唇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用委屈的眼神看着这个被她叫做奶奶的人。女孩子家家的，哭什么哭？婆婆不满地别过头去。小姑子也走过来，嘲讽地说：嫂子，你也太小气了吧，这娃娃又不值钱，阿灿喜欢就让他拿去呗，至于摆出一副臭脸吗？看着女儿受委屈，又被小姑子冷嘲热讽，我心里的怒火熊熊燃烧。但就在我即将发作时，季明轩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后背。一个娃娃而已，你就不能大气点吗？他责备道。柔柔不懂事，你难道也不懂事？今天是除夕，别惹妈生气了。刚升起来的气被他一下打灭，闷闷地在胸口里胀得发痛。我把柔柔抱进怀里，轻声安慰着她。柔柔似乎觉得是她给我添麻烦了，慢慢地止住了哭声，只是小声哽咽着。我心里酸得厉害，在她背上一下一下拍着。没事的，柔柔，明天妈妈就重新给你缝一个更漂亮的。真的吗？小女孩的眼睛亮亮的，带着未来得及散去的泪水，像天上的星星。我替她擦干眼泪，妈妈绝不食言。一家人终于坐在了餐桌上。当我以为今天的闹剧就会到此结束时，谁知李灿再一次大叫起来，不知他哪里来的力气，一把扯掉了桌上的餐布，一桌子的菜在他的动作下全部摔在地上。我精心准备了一天的菜肴，在此刻躺在冰冷的地上，散发出一些冷掉后的油腻味。碎掉的陶瓷扎破了我的脚背，我低头看去，有血流了出来。可桌子上的这些名义上是我的至亲的人，却在关心那个罪魁祸首有没有烫到手。向瑶，我看你是要造反，你把这饭做这么烫，是不是故意想烫着我大外孙？我告诉你，我外孙要有个3长2短，我就把你逐出季家。小姑子也在一旁帮腔，上上下下的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你是我嫂子，我就会给你留面子。我儿子这么金贵，烫坏了，我跟你没完。我抬眼望去，李灿依旧只是干嚎，衣服干燥完整，连一点划破的迹象都没有。退一万步来讲，他皮糙肉厚，就算真的划到他，也不一定能见血。李灿肥乎乎的脸上七扭八歪的挤着眼睛、鼻子和嘴，他趁别人不注意，朝我露出一个炫耀意味满满的笑。我气得几乎要发抖，但刚要发作，就被季明轩拦住了。你要干什么？阿灿可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孩，你敢动他，就算是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我抬起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老公。在我们没有结婚之前，他对我很好，但自从我未婚先孕，没收1分彩礼来到了他家之后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
你还敢跟阿灿动手？小姑子像一个无赖一样坐在了地上，声音大的几乎要把房子震碎。哥，你看看你给我找的什么嫂子？我们阿灿被他烫到，居然还要动手，这还是不是我家啊？我以后过年还能不能回来啊？季明轩脸色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，他看着我，语气是掩盖不住的愤怒。大过年的，你除了给人找不愉快以外还能干什么？我被他们气得头脑发晕，一时间竟有些说不出话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小小的有些冰凉的手牵住了我，我回过头，柔柔正好迎着灯光望向我，大大的眼睛里盛满了灯光。我心里的怒气一下子消散了大半，蹲下身子把他抱进怀里。他小小的身子在我怀里发着抖，我心里一惊，摸住他另一只手，冰凉滑腻的触感让我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。柔柔受伤了，小小的手心里被划破了一道口子，有血流了出来。向瑶，你干什么呢？我们跟你说话，你没听见吗？婆婆使劲敲着她的拐杖，语气刻薄又不耐烦。我抬起头，对上所有人带着嫌恶的表情。一家人，除夕夜，这样美好的两个词汇在此刻却显得格外搞笑。柔柔受伤了，我开口，尾音有些颤抖。那又怎样？她一个丫头片子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小姑子耸了耸肩，一脸的无所谓，不像我们宝贝阿灿，是咱们家的掌中宝，从小就是皇帝命。她抱着又黑又胖，简直不像是7岁的李灿，又是哄又是抱，看得我一阵恶心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不想忍他们了，管他过不过年呢，我的柔柔最重要。我抱着柔柔，拿起桌上摆着的车钥匙，就要出门。你干什么去？婆婆在身后大喊，这饭菜都毁了，你不重新做，我们吃什么？我并不想管他们吃什么，一心只想尽快带着柔柔去医院。但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季明轩竟然冲过来，一把抢走了我手里的车钥匙。这是我的车，我允许你随便开了吗？我回头看着这个变得让我很陌生的男人。柔柔生病了，我要开车送她去医院，然而他却没有动一下，眼神冷漠的仿佛柔柔不是他的孩子。那跟我没有关系，现在你赶紧去重新做饭，12点半之前我要看到一桌新的饭菜。他说着，伸手就要把柔柔抢走。我气得眼前有些发黑，似乎是愤怒激发了我的潜能，我居然一把把他推到了地上。季明轩，柔柔不是你的女儿吗？你的女儿受伤了，我要送她去医院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似乎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说，所有人呆了一瞬。小姑子率先反应过来，她用尖尖的手指指着我，妈，你看哥找的这是什么媳妇？就这么点事，至于大吵大闹吗？大过年的，我气急反笑，走过去，把手上的鞋抹在她脸上。你说这不是大事，那什么是大事？你儿子皮都没擦破一下，你在这对我大呼小叫，我女儿手出这么多血，你反过来跟我说就这么点事。小姑子被我抹得满脸是血，也许是我的表情太过狰狞，她居然一下子哭了出来。小姑父见自己媳妇被欺负，也不忙着哄他的儿子了，冲过来要打我，却被我一把推在了满地碎片上，发出杀猪般的尖叫。见状，婆婆不灵便的腿脚一下子好了，冲了上来。她试图用拐杖把我对到一边，语气尖锐的像过年杀猪食猪发出的尖叫。向瑶，谁允许你那么对李直的？李直是这个家的姑爷，你怎么能那么对他？你爸妈在家怎么教你的？这么没家教！我转过头，一把把他的拐杖扔到一边。我爸妈没教我对没素质的人有礼貌，他们只教我受欺负的时候就应该反击。怎么了？
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哎呦！婆婆见状喊了一声，蹲坐在地上，捂着心口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？儿子找了这么气人的媳妇，这让我怎么活？我低头捡起他的拐杖，他似乎以为这招奏效了。我要把拐杖递给他，眼里流露出得意。然而我只是用拐杖戳了戳他的心口。年前带你检查，你心脏好得很，别再装了。你以为我会被你骗吗？我劝你现在给我起来，要不然你也想试试被血抹了一脸的感觉。你这一天除了吃喝玩乐还能做什么？就算是生病，也是胖出来的三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婆婆愣了一瞬，竟然听话，站了起来。向瑶，你怎么那么和妈说话？季明轩终于反应过来，冲过来要打我。我随手把拐杖扔到了他脸上，刚才只是没说到你，上赶着来找打。实心木头的拐杖在他脸上留下一根很大的痕迹，他似乎被打懵了，好长时间没有反应过来。我趁机踢了他一脚，赶紧把钥匙拿来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是你拿我嫁妆买的车，没能力就算了，还张口闭口你的车，没有我，别说是这车，就是这房子你都买不起。季明轩似乎没有想到我会在除夕夜这天就接他的短，愣在了原地。我借机上去一把抢回了钥匙，这个家谁爱带谁带，反正我不带，别想让我回来做饭，不可能，你们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。说完，我就抱着柔柔径直离开了。医院里，柔柔乖乖坐在凳子上，任凭医生给她缝针。看着她乖巧的样子，我的眼里满是心痛。就因为她的奶奶不喜欢她，柔柔从小就比别的孩子要成熟一点，似乎是察觉到我在看她，她转过头来朝我露出一个微笑。妈妈，你今天好飒爽。我愣了一下，摸了摸她的头。真的吗？她的小脑袋飞速上下点动着。妈妈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大英雄。见状，我的心里一片柔软。没错，就算只是为了柔柔，我也要让这一家子好看。第二天我回到家的时候，那一片狼藉还留在原地，而那一家子人还在呼呼大睡，很明显，他们在等着我回来收拾。我把新买的娃娃递给柔柔，让她乖乖回房间。做完这件事，我从厨房拿了个铁盆，又拿了一把铲子，咣当咣当地敲起来。起床，起床，都起床！几点了还不起床？你们这一家子还有没有点教养？不一会，房间里就传来小姑子的怒骂：你这个疯婆娘，大早上你干什么？还让不让人睡觉？我勾唇一笑，直接进了她的房间。小姑子一家正睡在床上，李灿的脸还水肿着，像个猪头一样。我拿起一盆水，直接泼在了他们床上。睡什么睡？大年初一了，还不早点起来？一瞬间，房间里传来3个人杀猪一样的嚎叫。小姑父本来就长得磕碜，现在被水一泼，更是惨不忍睹。我见状，直接把铁盆扣在了他脸上。长得丑不犯法，吓到人就犯法喽。劝你以后出门戴面具，要不然警察都以为你是在逃犯。李灿喊得最大声，加上小孩子声音本来就尖，他的音量简直要把我的耳膜震碎。我一把把他从床上薅下来，冲着他肥腻腻的脸就是2巴掌。他似乎要开口告状，我却一把捂住了他的嘴。南妈给你消肿呢，这样是为你好，懂不懂？扇你2巴掌，能让你的脸变小。李灿绿豆小眼眨了眨，似乎不相信我说的话。我指着他爸妈，你看，你爸妈脸那么大，就是因为没人扇他们；我脸小，就是因为我每天都会扇自己。你想不想要小脸？他似乎没有睡醒，看着我的眼神带着懵懂，还是点了点头。
我笑了一下，啪啪，又是2巴掌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从外面锁上门，不再理会他们的尖叫，似乎是听到了这边的动静。婆婆怒气冲冲地向我走过来，颇有兴师问罪之意。我眼疾手快，把一个鸡腿踢到她脚下，她本来脚步就不稳，这下直接滑倒在了地上。妈，你起来，刚见面怎么就行这么大的礼？虽然你给我磕了头，但都是小辈找长辈要压岁钱，你这么大了，我就不给你压岁钱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婆婆似乎是气急了，挣扎着想要从地上爬起来，我却一个不小心也摔到了地上，正好砸在她身上，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响起。婆婆哎呦了一下，声音都小了不少。哎呀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这就把你扶起来。我挣扎着站起身，想要扶她，却一个不稳，又摔在了她身上。这回婆婆连哎呦都叫不出来了，只能有气无力地哼哼着。我见好就收，省得这老婆子骨折了还得花钱去治。刚把婆婆扶起来，季明轩就走出了卧室。我一晚上没有回来，他非但没有关心我，看着我的眼神里还满是怒气。你回来就回来，喊什么喊？再说你回来不第一时间把这烂摊子收拾了，难道等着我收拾吗？听他这么说，我心里涌上一股恶心，还是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我当然不能让你收拾，你知道就好。季明轩抱起胳膊，居高临下看着我。如果你赚到了100万，你是给自己花还是给别人花？我忽然问，似乎是没有想到我为什么要问这个。他的脸上闪过一丝疑惑。当然是给自己，不然给你花吗？你说的对，我点了点头。那现在同理，谁造成的这烂摊子就谁收拾，这能一样吗？季明轩满脸怒气看着我，我思考了一下，认真回答，确实不一样。你这个人比较自私，赚到了钱肯定给自己花，但是我知道你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外甥，所以我相信你一定能够代替李灿把这些东西收拾好。季明轩被我气得面色通红，但他看我样子是真的不打算收拾，只好气呼呼地拿起了拖把。见他这样，我勾起嘴角，刻意大声敲着小姑子一家的房门。阿灿，你看你男舅对你多好，代替你把这满地狼藉都收拾了，作为回报，你是不是应该把压岁钱分男男一半？提到钱，李灿立刻急了，不可能，我才不把压岁钱给舅舅呢，舅舅愿意扫就让他扫去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仅如此，小姑子似乎也不愿意把儿子的压岁钱分给哥哥。哥，你都多大人了，还抢你外甥的压岁钱？你要这样，柔柔那份压岁钱我也不给了。听他们这么说，季明轩的脸一下子白了。他似乎没有料到自己一向疼爱的外甥会这么说，就连被自己视若掌中宝的妹妹，竟然会因为几百块钱的压岁钱跟自己生气。李灿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舅舅平时给你买零食、买玩具还少吗？那都是你应该的。李灿大喊，你就是应该把赚来的钱给我花。听他这么说，季明轩气得直接扔下了拖把。哥，就这点小事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季明蠢见状不妙，劝道，你先帮我把门打开吧，我们被嫂子反锁在里面了。不管，活该锁着你们。季明轩冷哼一声，关上门，扬长而去。我巴不得满地狼藉没人收拾，索性去柔柔房间陪她玩新买的娃娃。妈妈，你真厉害！柔柔扬起小脸看着我，大大的眼睛里光芒流转。以前是妈妈让你受委屈了，以后绝对不会了。妈妈从来没让我受过委屈。她把头靠在我怀里，只要跟着妈妈，柔柔就不委屈。听她这么说，我的心里涌过一股暖意，扭过脸，
我发现他并没有玩新买的娃娃。不喜欢吗？我问他，柔柔点了点头，又摇了摇头。喜欢，但是更喜欢妈妈亲手缝的。我的心一下子变得软软的，拿起放着碎布头的篮子，打算给他重新缝一个。缝到一半，门忽然响了起来。我算着时间，门外的应该是来走亲戚的人。我拿着缝了一半的布娃娃，给他们开了门。还不等我开口，他们就注意到了房间里的狼藉。我知道逢年过节的亲戚是最爱听八卦的，早在刚才就给自己化了一个虚弱妆，配合上凌乱的头发，活脱脱一个为家庭操碎心的家庭主妇。我邀请他们进来喝茶，他们坐在沙发上东张西望起来。你妈呢？怎么不出来说句话？按照婆婆刚才的伤势，她没1个星期下不了床。妈，她还在睡觉，还在睡觉。大年初一，家里一片狼藉，而婆婆居然还在睡觉。我已经看到了亲戚们眼里闪烁的八卦之光，然而这还不够，我要再给他们下一剂猛药。昨天阿灿把年夜饭全打翻了，我还没来得及收拾，让你们见笑话了。柔柔手划伤了，我带着她去医院，回来后没人给我开门，我这也才刚进家门。什么？大姨一下子瞪大了眼睛，你做那一桌菜全给你掀翻了？其余亲戚也唏嘘起来。是，我面露委屈，小孩子吃饭急，那饭菜还热着，给他烫到了，就把桌子掀了。这像什么话？三舅似乎听不下去了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没事没事，三舅，这大过年的您别动气，让你们看到家里乱糟糟的，我心里也愧疚。你们坐着，我这就去收拾。说着，我站起身来，却又一下捂住了腰。明轩媳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回过头，面露犹豫。我知道，越是这样，他们越想从我口中问出话来。你说，有什么事三舅给你顶着？没什么事，就是坐月子时没人照顾，吃的又不好，落下的腰病，老毛病了，不碍事。大姨满脸心疼。我说向瑶怎么这么瘦？原来是坐月子时候就没吃好。这婆婆是怎么当的？二姑更是直接，做事就要冲进婆婆房里。我连忙拦住了她。二姑，还是别叫醒婆婆了，婆婆起床气严重，一会你们走了。我故意留了半截话，但亲戚们明显已经知道了我要说什么，脸上的神情更加精彩。有眼尖的亲喊看见了我放在一边的娃娃，忍不住问了一嘴，这什么年头了，还有人缝娃娃啊？这个啊，我回过头，这是我给瑶瑶缝的，她最喜欢的娃娃被哥哥抢走了，我就想再给她缝一个。听我这么说，亲戚们又唏嘘起来。我走进厨房，开始收拾满地狼藉。就在这时，小姑子和小姑父终于弄开了反锁的门，走了出来。小姑子似乎很生气，刚出门就大喊大叫起来：向瑶，你大早上抽什么风，把我们反锁进屋？我装作吃惊的样子，我哪有反锁你们？大过年的，家里都还没收拾干净，我哪来的闲心把你们反锁进屋子里？你再装一个！小姑子气得跳脚。然而她还没有说完话，就看见了满屋的亲戚。她在亲戚面前一向维持着淑女的形象，此刻这一形象正是宣告坍塌。你就是这么跟你嫂子说话的？三舅满脸愤怒，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。季明心似乎急了，奋力想要解释：不是，三舅，你听我说。而三舅明显不想听他说话，说什么说，赶紧去替你嫂子干活。大年初一赖床，居然怪你嫂子把你反锁在屋子里，像什么话？话说到这个地步，季明心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能拿起了拖把。我趁机从厨房走出来，这种活谁爱干谁干，反正我不干。明轩呢？
二顾问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一下子红了眼眶。他早上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我说的没错，他确实早上就走了。至于具体原因，我为什么要说？听我这么说，亲戚的脸色变了又变。我知道，这下不管是婆婆还是小姑子和季明轩，在亲戚圈里的名声都已经臭了。希望现在仍然躺在床上的婆婆能喜欢我送给她的这份大礼。送走了亲戚以后，我躺在沙发上，一边吃水果，一边看小姑子打扫卫生。看着我惬意的模样，她气不打一处来。向瑶，你在那坐着干什么？赶紧过来收拾卫生啊！我送给她一个白眼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这是你家吗？既然是你家，有没有收拾卫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收拾你自己收拾。说着，我走回房间。踏入房间的前一秒，我像是想起来什么似的，扭过头，似笑非笑看着他。你也可以不收拾，但我可不敢确定一会是不是还有亲戚来。说着，我径直走进了房间，一边听着小姑子和小姑父在为谁打扫卫生吵架，一边给柔柔做着布娃娃。中午的时候，柔柔说她饿了，我打开门想给她煮点饭吃，却发现小姑父正鬼鬼祟祟地站在婆婆房门前。我本来准备打开门的手一下子缩了回去，把门打开一个极小的缝，观察着小姑父。小姑父敲了敲门，见没人答应，径直走了进去。过了一会，他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盒子走了出来，我一眼就认出来，那是过年前我买给婆婆的黄金翡翠镯子。很明显，小姑子两口子趁着季明轩不在家，而婆婆又正在昏睡，想捞点值钱的东西。也许是太过心虚，小姑父居然没有发现我房间打开了一条缝，匆匆忙忙地返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而这一切都被我用摄像头记录下来了。我拨了报警电话，不一会，警察就赶到了。是小姑子开的门，她还以为自己的哥哥终于回来了。然而一伙警察的出现，让她整个人呆在了原地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这是来干什么？我们又没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，这大过年的。不等他说完，带头的警察就开了口。我们接到电话，有人遗失了贵重物品，过来看眼。听到这，我打开房门，缓缓走出来。没错，是我报的警。刚才我进婆婆屋里，发现我送给婆婆的金手镯不见了，一时着急才报了警。那手镯价值2.3万，婆婆要是发现手镯丢了，一定会着急的。你们也知道，她心脏不好。听我这么说，小姑子和小姑父的表情可谓是异彩纷呈。警察点头表示了解，经过同意后，他们走进来翻找，还查了楼道监控。小姑子和小姑父紧紧跟在他们身后，装作热情邀请他们喝茶，眼神却飘来飘去。翻找了一会没有找到，我假装无意，提起了小姑父中午来到婆婆房间的事，还给警察看了视频。警察同志，我也是病急乱投医，我小姑父肯定不是那种人。我这么说着，然而小姑父却吓得直接瘫倒在地上。不是我没拿。但下一秒，一个红色的盒子就从他的口袋滑落出来。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是傻子，小姑子和小姑父顺理成章被带进了派出所，而我则在家给柔柔做了一桌她爱吃的饭菜。正吃着，季明轩忽然破门而入。向瑶，你做了什么好事？你居然把我妹妹和我妹夫送进了派出所。季明轩的质问让我冷笑不已。我放下筷子，直视着他，语气冷淡。我做了什么？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你的妹妹和妹夫因为偷窃被警察带走，这是他们罪有应得。
你胡说！季明轩怒吼：“他们怎么可能会偷东西？一定是你搞的鬼！”看着他愤怒而无知的面孔，我感到一阵疲惫。这个人，我曾经深爱过，甚至为了他忍受了无数委屈，但现在我对他已经彻底失望了。季明轩，你自己去问问清楚，再来找我吧。我转身走进房间，把门关上，把他愤怒的敲门声隔绝在门外。季明轩了解了事情的经过，他的妹妹和妹夫因为盗窃罪被判了刑，而婆婆因为这件事气急败坏，一病不起。季明轩整日忙于医院和家之间，疲惫不堪，而我却在这个时候向他提出了离婚。你说什么？他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说我要离婚。我重复了一遍，语气坚定。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妹妹的事吗？她已经受到惩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急切地说道，仿佛害怕我会改变主意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涌上一股悲哀。这个男人到现在还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婚。季明轩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你妹妹的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，结婚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偏向你的家人，无论他们做了什么，你都选择包容和原谅，而我却始终是一个外人。你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我，也没有真正关心过我。我在这个家里就像一个免费的保姆，不仅要照顾你的家人，还要忍受他们的欺负和侮辱。我累了，季明轩，我不想再这样过下去。说完这些话，我感到一阵轻松。这么多年来的委屈和压抑，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。季明轩愣住了，他显然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些话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向瑶，他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这个家，我已经没有留恋了。我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为自己而活。离婚的过程并不顺利，季明轩和他的家人都不同意，他们认为我是小题大做，甚至扬言要让我净身出户。然而，我早已做好了准备。我收集了这么多年来他们对我的欺负和侮辱的证据，还有季明轩对我的冷漠和忽视。这些证据足以让他们在离婚案件中处于不利地位。最终，在法院的判决下，我成功离婚，并得到了应有的财产分割。我搬离了那个让我痛苦的家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离婚后，我租了一套小公寓，布置得温馨而舒适。这里是我和柔柔的新家，也是我们新的开始。我将带着柔柔迎接新的未来，而季明轩和他的家人也因为这件事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